日常生活中，你有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装饰品？古美，它常常出现在路人的包上，里面展示着精美的周边。为了给周边买到适配的古美，相信大家都花过不少冤枉钱。那银子都到哪儿去了？尺寸不对，风格不搭，最后只能放着吃灰。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古美完美的适配角色呢？那无论什么样的设计，都绕不开确定主题，给哪个角色定制用什么风格，这全看你的喜好，全都要。比如前段时间明日方舟6周年的活动，就让许多博士们疯狂all in。那熟悉方舟周边的博士会发现方舟的立牌尺寸各异，市面上很多古美装饰都没有办法兼容。那该怎么办？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如自己动手，给新买的立牌做一个方舟6周年主题古美。设计的第一步就是找素材。对于很多新手设计师来说，如果素材找不到，从努力到躺平也只需要1秒。但很多素材其实并不需要我们从头设计，官方视频、同人图都可以作为你灵感的来源。用6周年的 PV 做个例子，里面运用了大量的几何图形、飞鸟、圆环切分等元素，那我们就可以按照点、线、面3种类型，把画面里的元素提取出来，方便后续摆放。这样提取元素可以让你设计出来的画面不那么单调。但如果官方同人素材都很少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首先我很钦佩你爱上冷圈的勇气，但也别担心，你只需要找一个喜欢的风格立图，再请教一下伟大的 Dick 晒，其实是这个 D 老师，就可以得到大量相关风格作品的检索，可以参考这些作品的元素来帮你设计，无论是元素还是颜色都有合适的参考。如果我们想做方舟角色的配色，那鹰角的设计师早就帮你设计好了，只需要打开这个界面，注意左下角的角标，这不就是一组现成的颜色搭配吗？即使没有参考来源，也可以从角色身上寻找3种占比最多的颜色来搭配。那我这次呢，打算给陪伴了博士6年的阿米亚做主题古美，我们就以蓝色作为主色。做好这些前期工作，现在我们可以正式开始编排元素了。摆放元素就像小时候做拼贴画一样，那又因为古美的制作分为上中下3层亚克力板，有更深的层次感，所以设计的时候要分成3层，考虑每一层上放什么元素。这时候把标题、logo 这些重要的代表元素放在最上层，中间放角色背板呢则铺设大面积的颜色，营造氛围。同时大家可别忘了，我们的古美的主体是中间的周边，所以我们要预留好角色内框的区域和磁吸孔的位置，围绕角色内框来进行设计。像这样长方形的形状，元素摆放的位置基本上围绕着内框，你可以先把比较空的区域圈出来，把比较大面积的元素摆放在4个角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摆放在其他位置，但是4个角的摆放是最简单的，最好上手的。粗略放好后，我们再来调整。相信许多同学都听过，设计要讲究个画面平衡。那怎么样才算画面平衡呢？其实平衡就是视觉上体量的均等分配那这样的解释有点抽象，我们可以先在设计图里画2条中线，方便理解。这2条线的交点呢，就是画面的重心。如果元素全部堆叠放在一起，那就会让人觉得画面向右倾斜，那这就是画面的平衡。所以我们在摆放元素的时候，可以用这2条中线参考，平衡上下左右的视觉重量。一般画面下方的元素会多一点，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稳固。现在我们画面中元素的大小近乎相等，非常方正。如果想要调整，不妨把思路换一换，来调整元素的大小。调整元素的大小可以形成对比让画面更有张力。当然调整的过程中会影响位置上的平衡，所以通常在设计时都会一边调大小一边调位置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影响着视觉感受。这里有2个圆，它们的大小一致，只是颜色不同，哪个看起来更重？同样的物体，深色给人的感受会更强烈，更容易吸引视线，这也是影响画面平衡的因素之一，颜色。因此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要调整好颜色，避免深浅不均。如果不清楚用色比例，可以参考6:3:1的色彩比例，60%的主色，30%的辅助色和10%的点缀色，色彩相近的组合搭配会更加的融洽。当然如果想不一样一些，也可以选择对比色来作为点缀色。想要画面平衡，需要不断的尝试和调整。总的来说就是面多了加水，水多了加面，只要没做成非牛顿流体，一切都有机会。但和做饭不一样的是，在添加细节元素后，我们还可以做减法。当内容过于丰富，
甚至有些拥挤时，我们可以适当的删掉一些，来做个留白效果。还可以把内框的轮廓作为参考线，把元素沿着参考线对齐，更加工整。这样调整下来，你就得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古美设计了。那么我们就只剩下最后一步，把图片变成现实。其实只要前期确认并标注好尺寸，测量好周边的厚度，印刷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你可以在某购物软件上搜索亚克力定制或者是摇摇乐定制，寻找一家色差比较小、评价比较好的良心商家，把你的3层设计图分别交给美工师傅，你就可以静静等候食物到家了。很多东西看似复杂，但只要愿意去做，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？那我也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给自己喜欢的角色设计的古美，也欢迎在评论区交上作业。如果你喜欢本次视频，请不要忘了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一键3连。我是设计老司机孙拓海，关注我，带你学习更多设计小妙招。